晚上9点多，一个外国朋友第一次在中国出门，他看了看街上的人，又看了看还在排队的奶茶店，然后问我：“你们中国人晚上不用睡觉吗？”哈哈，这个问题很真实。真的，因为那时候街上还是很多人，烧烤店刚刚开始忙，便利店的灯特别亮，小区门口还有人坐在那里聊天。对，有时候晚上9点不像晚上9点。你会有一种感觉，这个城市好像还没有准备睡觉。有些地方是人下班以后，城市也安静了。中国很多地方是人下班以后，城市才开始热闹。欢迎来到汉语微风，这里是一个可以轻松听中文、慢慢习惯中文的地方。我是月宁，大家好，我是逸晨。今天我们想聊的就是中国的晚上，尤其是夏天的晚上。夏天的晚上真的不一样。白天太热了，大家都不太想出门。到了晚上，太阳下去了，风也出来一点，人就慢慢出来了。不是早上醒，是晚上醒。对，有人散步，有人买水果，有人拿快递，有人带孩子在楼下玩，还有人本来只是想下楼走一走，最后手里拿着一杯奶茶回来。这个有人是不是我？我没有说名字，但我感觉你看着我说的。因为你很适合这个例子。好吧，我承认，有时候我晚上出门之前真的很简单。我告诉自己，就走10分钟，然后呢？然后走到奶茶店门口，我突然觉得，运动以后应该补充一点东西。你那叫运动吗？从家走到奶茶店也是一种运动。其实我觉得中国晚上的热闹不一定是那种很夸张的热闹，不是每个人都去酒吧，也不是每条街都很吵。对，很多时候不是那种很用力的热闹。它是一种很日常的热闹，比如路边有人吃东西，小朋友在小区里跑来跑去，老人坐在一起聊天，电动车从旁边过去，外卖员还在送餐。还有那个声音，什么声音？烧烤的声音，滋啦滋啦的。还有味道。对，这个最危险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本来不饿，可是烧烤味一出来，你就会开始认真思考人生，思考什么？思考要不要吃2串。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而且通常答案都是要。所以你看，很多人的晚上不是突然变得很特别，他只是从一个很小的动作开始，下楼走一走，买一点东西，见到一个朋友，闻到一点烧烤的味道。然后这一天好像就没有那么累了。对，白天大家忙工作、忙学习、忙赶路，可是到了晚上，很多人才终于有一点自己的时间。所以有些人的一天不是早上开始的。是下班以后才开始的。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奇怪，但是我觉得很真实。对，因为白天的时间好像不完全是自己的。早上要起床，要上班，要上课，要坐地铁，要赶时间。还要假装自己很精神。哈哈，对，其实人还没醒，但是已经在路上了。有时候身体到了公司，灵魂还在床上。这个说法有点真实，太真实了。所以到了晚上，很多人才终于放松一点。不是说晚上一定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，有时候只是下楼走一走，买一点水果，拿个快递，或者去便利店买一瓶饮料。对，就是那种很小的事情。但是这些小事会让人感觉这一天终于慢下来了。我有时候就是这样，白天一直在忙，忙到晚上才发现，我今天好像还没有好好看过外面的天。对，所以下班以后走在路上，看到路边的灯，看到小店还开着，看到有人慢慢走路，就会觉得
今天还没有完全结束，还有救。哈哈，也可以这么说。我觉得很多中国人的晚上都有一个很普通的开始，什么开始？一句话，要不要下楼走走？对，这句话真的很常见，而且一般没有什么大计划，可能就是在小区附近走一圈，或者去超市买点东西，有时候一圈不够，还会再走一圈。然后可能会看到邻居，看到小朋友，看到有人遛狗，也看到外卖员骑着电动车过去。晚上小区门口真的很有意思，有人穿得很正式，可能刚下班；有人穿着拖鞋，可能只是下楼买东西；还有人穿着睡衣。睡衣这个很真实，穿睡衣下楼的人看起来已经完全不想回到白天的世界了。对，他已经进入晚上模式了。其实很多人晚上出门不一定要打扮得很漂亮，也不一定要有计划，可能就是穿着拖鞋下楼买个西瓜。夏天晚上买西瓜，这个画面太真实了。对，买的时候很开心，拿回家的时候有点后悔。因为西瓜真的很重。我觉得外国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晚上大家还要出门？其实很多时候，大家只是想从房间里出来一下。白天已经在房间里、办公室里、教室里待了很久。对，到了晚上，外面有风，有灯，有人，有一点声音，走出去以后，人会舒服一点。有时候心情也会变好一点。所以中国的晚上热闹，不只是因为大家爱热闹，也不是因为大家都不想睡觉。很多时候是因为晚上才终于有一点自己的时间，一个不用赶时间的时间。这就很舒服了。而这个自己的时间，常常会从一个很小的决定开始，比如，比如下楼走走，然后呢？然后你可能会路过一条小吃街。这个就危险了。对，因为一到了晚上，很多好吃的东西好像也开始醒了。这句话我同意。白天的食物是食物，晚上的食物好像更有灵魂。你这个说法有点夸张。但是真的，白天看到烧烤摊，你可能只是看一眼；晚上看到烧烤摊，烟一起来，味道一出来，人就很难走过去。对，尤其是夏天晚上，白天太热，很多人没什么胃口。到了晚上，风出来一点，路边的灯亮起来，人就想吃点有味道的东西。还有炒面、炸串、小龙虾，或者一些凉的饮料。还有奶茶。很多外国朋友喜欢中国夜市，因为夜市不用定位，也不用穿得很好看，你走过去，看见什么想吃就买一点。夜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，你本来没有计划吃那么多，然后呢？然后每一个摊子都在说，来都来了。哈哈，这四个字真的很危险。我有一次就是这样，本来只是和朋友出去买水，结果路过一个烧烤摊，然后水买了吗？没有，我们坐下了。朋友说坐10分钟，最后坐了1个多小时。所以从买水变成了第二次晚饭。对，这就是夜晚的力量。很多中国人的晚上都有这种本来只是想的故事，本来只是想早点回家，最后朋友说再坐10分钟。然后10分钟变成1个小时。夜市有意思的地方不只是吃东西，它还让你慢慢走，慢慢看。你会听到老板喊人、油锅的声音，也会听到朋友聊天。明明只是买一个小吃，大家也会很认真。因为有时候这就是给自己的小奖励。对，白天工作很累，晚上吃一串烤肉，感觉今天还能过去。奶茶也是这样。拿在手里会觉得这一天有一个小小的开心。
这是生活经验。很多人晚上出来吃东西，其实也是为了见朋友。白天大家都忙，晚上才有时间坐下来，几把塑料椅子，大家一边吃一边聊。地方不一定安静，椅子可能有点小，桌子可能有点挤，旁边声音也很多。但是气氛很好。重点不是环境有多高级，而是那一刻很放松，可以吃一点，聊一点，笑一下，吐槽一下今天发生的事。有时候朋友之间最真实的话，都是在烧烤摊上说出来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烤串已经在手里了，没有必要装了。哈哈，中国的夜晚就是这样，有灯，有声音，有味道，也有人，很多快乐都不大，但是很近。所以吃的只是其中一部分。对，中国晚上的热闹不止在夜市里，也在小区门口和公园里。对，很多外国朋友一说到中国的晚上，可能先想到夜市，想到烧烤。但是中国晚上的热闹不只有吃，很多时候它就在小区门口。这个真的很明显。吃完晚饭以后，很多人会慢慢下楼，老人坐在门口聊天，小朋友在旁边跑来跑去，有人遛狗，有人拿着扇子散步。还有人一边走一边看手机。对，也有人什么都不看，就是慢慢走。这种人我有点羡慕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很难什么都不看。哈哈，其实晚上小区里的生活很有意思。白天大家好像都不见了，到了晚上，很多人突然出现。像游戏里的人物刷新了，这个比喻有点奇怪，但是很形象。小朋友出来玩，老人出来聊天，年轻人出来散步，狗也出来上班。狗也出来上班，对，负责遛主人。哈哈，很多狗晚上确实很忙。我觉得这种热闹和夜市不太一样。夜市是有味道的热闹，小区和公园是有声音的热闹，什么声音？孩子笑的声音，老人聊天的声音，电动车经过的声音，还有广场舞的音乐。广场舞一出来，晚上就正式开始了。很多外国朋友第一次看到广场舞，都会觉得很有意思。为什么晚上会有这么多人在广场上一起跳舞？而且动作还很整齐。对，有时候十几个人，有时候几十个人，大家站在一起跟着音乐跳。旁边有人看，有人散步，也有小朋友在旁边玩。我小时候觉得广场舞有点吵，现在呢，现在我还是觉得有时候有点吵。很诚实。但是如果一个小广场晚上完全没有声音，好像又有点太安静。对，我也是这种感觉。有时候你会觉得音乐有点大，可是听到那些声音，又会觉得这个地方是有人生活的。就是它不完美，但是很真实。对中国很多地方的晚上，不一定是很漂亮的晚上，可能有点吵，有点乱，有电动车的声音，有小朋友跑来跑去，还有妈妈在楼下喊孩子回家。一般是别玩了，回家洗澡，哈哈，然后孩子假装没听见。继续跑。这些小声音其实会让晚上变得很有生活气。它不是电影里的夜晚，也不是很高级的夜生活，它就是普通人的晚上。普通，但是不空。对，不空。你走在小区里，看到有人坐着聊天，看到有人慢慢散步，就会觉得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休息。有人散步，有人聊天，有人跳舞。还有人什么也不做，只是坐一会儿。这个我会，运动量不多，但是参与感很强。哈哈，其实这也是中国晚上很特别的地方，它不一定要花钱，
也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，你只要下楼就能看到很多生活。有时候只是下楼拿个快递，结果遇到熟人，就在楼下聊了20分钟。本来只是拿快递，最后变成小区聊天会，而且聊的也不一定是什么大事。可能就是天气很热，孩子放假了，最近哪家水果店比较便宜，很普通。但是很真实。中国晚上的热闹，有时候不是因为大家要去哪里，只是因为大家愿意出来一下，见到一点人，听到一点声音。这样晚上就不会太冷清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种热闹可能就是一种陪伴，不是很大的陪伴，就是你知道外面还有人，灯还亮着，生活还在继续，所以他有时候吵。但是也让人安心。对，有时候晚上外面还有一点声音，反而会让人觉得这个城市还醒着。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还没睡。嗯，我懂这种感觉。比如你晚上回家的时候，路边还有灯，小店还开着，便利店里还有人，小区门口也有人聊天，你会觉得这个城市还醒着。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还没睡。对，这个感觉很重要。有时候你可能有点累，也可能只是一个人走在路上，但是看到外面还有人，听到一点声音，就会觉得安心一点。当然，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吵。哈哈，对，热闹不一定永远舒服。有时候广场舞声音大，有时候小朋友在楼下跑，有时候电动车从旁边过去，也会有点乱。但是如果完全没有声音，好像又太安静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晚上很有意思。它不是特别完美的晚上，它有声音，有味道，有灯，也有很多普通的人。有人吃东西，有人散步，有人聊天，有人遛狗。还有人只是站在路边看一会儿。这个我也会。有时候不是想去哪儿，就是想在外面待一下。因为白天太快了，到了晚上，大家好像终于可以慢一点，可以走慢一点，说话慢一点，吃东西也慢一点。除了我喝奶茶的时候，你喝奶茶很快吗？第一口比较快，可以理解。因为第一口很重要。好吧，其实今天我们聊了很多中国晚上的小画面：奶茶店、烧烤摊、夜市、小区门口、公园，还有那些晚上才出现的声音。听起来好像很普通。但是普通的东西有时候最有生活气。其实今天这一期，如果大家想记几个很有用的词，我觉得可以记这3个：哪3个？热闹、夜市、散步。这3个词一出来，晚上那个感觉就有了。对，比如中国的晚上很热闹，晚上去夜市吃点东西，买点东西，慢慢走一走，吃完晚饭以后也可以下楼散步。这些句子都很简单，但是很自然。对，你可以说中国的晚上很热闹，也可以说我家附近有一个夜市。或者说我喜欢晚上散步。这样就不像是在背词。对，学会这些，你就可以用中文聊一点自己的晚上。那今天也想问问大家，你住的地方晚上热闹吗？晚上9点以后，街上还有人吗？你晚上喜欢出门散步，还是喜欢待在家里？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也可以用中文写一句很简单的话，比如我家附近晚上很安静，或者我喜欢晚上散步。简单一点也可以，能写出来就很好。其实今天聊到最后，我觉得中国的晚上之所以热闹，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做很特别的事，只是很多普通人在一天快结束的时候，出来走一走，吃一点，见一点人。
然后这个晚上就没有那么空了。下一期汉语微风，我们会用中文聊聊你的一天。比如，你早上几点起床？白天做什么？晚上怎么放松？我们会用很自然、很简单的中文聊一天里那些普通但是很真实的小事。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希望大家今天可以放松一下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